大家好，又见面了。今天直播聊一聊。昨天看了大老王的直播嘛，就讲胖东来这个事儿，40亿都分给全体员工了，我也是非常感慨啊。这个老王说的是挺对的，你在中国国内好多情况下，想办点事儿真是太难了。我就联想起这个中医行业啊，就是不光是说国内了，其实在加拿大、在美国这边也是一样的问题。好多人就觉得中医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情况呢？就总是做不大。我就想说，它肯定是有些先天的一些问题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也跟市场环境有关系。我之前就讲过嘛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在中国其实中医市场也是萎缩的非常厉害的，当时中医都没什么人看的。我还记着，当时北京很多有名的中医都是靠一家医院养着的。那家医院，是气象局卫生院，是很小的一个社区医院，就在气象局边上。很多现在非常有名的中医，当时就是在这家医院里面出诊。病人呢，就主要是气象局的员工，就是王志安他老婆李丁嘛，他们搞气象的这些人，很大一批人是非常相信中医的。怎么说呢？是气象这个东西，你说它是科学吧，它是有很多科学的方法，很多科学的验证，但是最后的结果呢，就是你用科学的方法得出来的结果不一定就预测的很准，就是天气预报，大家觉得经常是不太准的。那现在可能随着科技进步，还是越来越准了。但是当时来说，很多研究气象的人就觉得这个中医的理念、中医的疗效，他们是比较认可的，养活了当时相当多的有水平的中医。后来呢，我就慢慢从公立医院工作嘛。当时公立医院的中医科室也是很不景气。我去医院实习，很有名的三甲医院啊，就是中医科室闲到什么程度？上午看几个病人个位数的，然后下午就大家这个大夫护士，大家就找地方支个这个桌子，就直接开始打乒乓球了，锻炼身体加上活动吧。就是病人就少到这种程度。当然也有一些特别火的啊，你比如像当时广安门的针灸科，还有一些很有名的老大夫的自己的诊所，针灸科人满为患，早晨恨不得4、5点就开始开诊，一直开到下午，就是都是上百人、几百人的这种规模的。从经济效益来说，从社会影响力来说都是非常大的。然后看到胖东来这个呢，我就想，就其实中医这个行业呢，它跟历史因素有关系。以前的模式呢，就是一个小地方嘛，你可能在一个小镇上或者一个小县城，人口也不多，然后你有一个中医，或者是有那么十几个中医，它就能够满足需求，然后也可以在当地有一定的医生，收入也还是可观的。但是慢慢这个社会变化就变成这种城市化的了嘛。那你以前传统的这种中医靠口碑传播，靠这种口耳相传，可能就效率就没那么高，然后就出现，医生找不着病人，病人找不着医生，就是好多病人会说，哎，我找不着治我这个病的人，去了很多地方，要不然就碰到骗子了，要不就是怎么治也好不了。嗯，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。然后再说到这个行业嘛，就是你像北美这个行业呢，我观察有几大痛点吧。第一个就是说很难成规模，好多时候这边就是一个个人小诊所，可能一个人、2个人，嗯各干各的，就是他可能几个人在一个诊所，或者说我看到列主任这边有的诊所，它规模很大，可能有十几个医生，但是最终还是各干各的，就是
自己有自己的患者群，然后前台预约的时候也是直接就分诊，然后大家交流合作非常少，这样你就没办法形成这种规模效应。你诊室是有限的，一个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，你技术再好，你一天就是这么多病人。按说中医这个，按时薪来说，你单位时间收的费用并不低了。BC 省这边最低工资收入1小时才20多块钱嘛。那针灸的话，还是 RMT 的话，整骨疗法我看都是收到100左右了。包括 ICBC 的这个保险，它的单次出诊也是到120多块钱了嘛。然后复诊的话也100零几，这个这个费用不能说是便宜了，但是它受限于很多的问题。嗯，第一个它就是行业定位的问题，就是好多人还是没有弄清楚这个中医在整个加拿大、美国这个医疗体系当中的定位，所以经常就会出现你的宣传呀、你的技术啊，可能和患者群的需求是错位的状况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作为这边好多你自己开诊所，如果是新毕业的，或者是刚入行时间不长的人，你可能你的患者不多的话，你是很难把这个房租挣出来的，那你就没办法自己独立开诊所，就会只能是租一个诊室或者加入这种呃分成式的这种诊所。虽然我学的时候好像是，呃，行业规则是不建议让这种分成形式来作为这种合作方式吧，但是市场情况就是这样。我看大多数的诊所给这些针灸师也好，助测按摩师也好，大多数就是这种6/4分成，或者说是3/7分成，当然也有就5/5分成或更低的，这个真的是没办法。你自己开又开不了，然后你去做这种分成呢，你本来收入算是高，但是这么一分成，你的单位时间，你的收入就一下就变低很多。甚至我看有的诊所老板啊，他这个还是走的国内的那种思路，就是低价走量嘛。他收费比标准的这种保险的规定啊、ICBC 的规定，行业普遍的收入还要低。那这个最后算下来，我看有的诊所的这个治疗师、中医的收入，他可能单位时间算的话，也就是擦着这个BC 省的这个最低收入的标杆儿。那你1小时挣个20、30块钱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不太对得起自己的这个知识、你的学习的努力、你的担的责任的这个费用。那怎么破局呢？这个就提到说这个胖东来这个模式了。我还真是认真看了看胖东来这个模式，就像老王说的嘛，他并不是说什么多高深的东西，他只是说回归正常、回归常识，就是你踏踏实实的提供好东西、好商品，然后你也不拖欠这个供货商的这个货款，当天结清嘛，然后你就是实打实的做好服务，那就是这个客户就会接受你，就会支持你。我自己的工作经验也是这样的，就是你对病人就是坦诚不公的，你就该有什么说什么嘛，就是也不是要太夸大的，就是很多人是靠虚假宣传，但是你靠虚假宣传骗来的人，其实是会形成这种负面效应，最终他一定是回旋镖会回到你身上的。那只有像胖东来这样，你真的是把这个企业、把这个商场，你准备是做长期投入，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呃产业吧，他才能够这样做的。不然的话，就可能真的是，呃，有的网上人说的，你做中医，你学一些新活儿啊，学一些话术，你可能你收入会更高，那我觉得学中医的人可能不是都是冲着这个去的吧？你如果冲着这个去的话，有更多的行业，你直接去骗不好。哎，这是说到
这个这个收费的这块儿。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保险，很多很多本地的人他看中医或者是看助餐按摩师、看整骨疗法，他是因为他有这种商业补充险嘛，或者是针灸，它还有这个 MSP，就是基础保险。这个基础保险只是针对低收入人群，每年有14次，然后每次23块钱的这种减低吧。那对现在这个收费标准来说，就减不了多少了。然后商业保险的话，其实限制也很多，好多人的额度并不高，有的时候我看有的病人他额度一年就是500、1000，那你要按现在这种收费标准，一年就是治个5次、10次，都是可能是你病情复杂一点，根本就不够用的。那愿意自费来看中医的人，那一种情况他可能确实是有这个经济收入能够支撑，另一方面就是可能他的疾病确实比较复杂，常规的治疗方式并不能很好的解决。所以我就想呢，那我们不能像胖东来这样说，我们去找一个这种独家经营的东西，或者说你的特殊场景，嗯，就是比如他在的还是那个许昌这边嘛，许昌这边可能他其他的竞争对手也不是那么厉害，但是我觉得作为中医来说，我们要有自己清晰的定位，然后你有一个核心技术，还是可以很好的生存下去的。这是说到收费保险。实际上中医还有针灸，在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看一些报道，最近几年都是7%到12%的这种年增长率，已经很快要接近1000亿美元的这个规模了。但是作为这种个体的这个中医呢，我看是很少有能做的特别好的。很多就是老话说的嘛，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。好多好多诊所或者老板啊，或者是老的中医，他带个学生啊，带个新的员工，带一段时间带会了，他就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保险的原因，因为这个收费的原因，包括你的房租的分成啊这些原因，他可能最划算的就是，哎，我直接辞职，我找个地方，带着我已经熟悉这些患者群，自己开一个诊所，这对他来说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嘛。但是最后好多我发现，很多人他自己开了诊所之后，运营不下去。一个是说好多人的这个技术可能是没问题，但是他的经营能力、管理能力其实是跟不上的。最后发现，患者还是不断的流失，然后最后自己弄得不死不活。因为我看这个调查嘛，就是 BC 省，按说 BC 省华人比较多，对这个中医针灸的接受度是比较高的，但是在 BC 省，它数据可查的是针灸师的中位数收入在3.7万到7.8万，这个收入我也不是太确定，但从我个人来讲，我觉得这个收入在 BC 生活下去是相对比较难的。BC 的这个消费确实比较高啊，可能在有的地区，就有些小城市，可能还是算不错的吧。但我的经验，按说你如果是技术比较好，诊所能够正常运营的话，是不应该这么低收入的，是可以收入过10万、15万，应该是不是太难。嗯，现实情况就是卡在这几个点上。那我看了这个胖东来这些报道，我觉得大家如果是从事中医行业，或者是从事这个健康相关行业，你可能是这种整骨疗法的治疗师或者助餐按摩师的话，其实都是应该好好思考一下的。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应该向胖东来这样的企业学习，向他的这个理念学习。我们本来是可以把这个自己的这种产业做大做强，做更好，让更多人受益的。
嗯，那从我来说呢，我的建议就是，嗯，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这种服务理念，就跟胖东来学习吧。你要把服务做到极致，然后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收费定位，有足够的利润，然后来把你的这个生活、你的这个工作、你的诊所撑起来。这样你才能够学习更多的技术，然后可以把这个新学的技术、新学的知识，更好的服务给这种患者。哎呀，我就想起这个之前在中国的时候，好多这个经历。我也在中国，也在公立医院也工作过，在这个私立的医院也工作过，在中医诊所也工作过，也做过管理层。哎呀，当时我做这个诊所的这个管理真的是很头疼啊，就是你怎么说呢？就是像这个老王说的这样嘛，就是你又狠不下心去做这种压榨员工的事儿，你又没办法去做一些违背良心道德水准的事儿，那你这个就真的是很难走下去。那我觉得现在在加拿大这边是可以的，就是做的还是比较开心的，就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但是真的是非常难。我接触过好多，呃，很有志学中医的人，然后很想学中医，很想从事这个行业，但是最后就走歪了，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走下去。昨天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位渥太华的观众朋友就来我的诊所找我聊了聊天，就是他就是原来从事 IT，从事这个软件编程工作，想要改行学中医，然后从事中医的这个行业，但是从身边的家人到身边的同事朋友，他说所有人都是反对他的。嗯，很多的原因，具体细节我们就不复述了，因为涉及到可能他的一些个人隐私。但是我的观点呢，就是我跟他聊天以后，我觉得，呃，他的这个信息获取是受这个网络媒体影响很多的。但是网络媒体呢，很多人他并不是，希望你能够正确的踏上这一行，所以有很多误导的情况。之前我也在直播里面说过嘛，就是你要学中医的话，其实就是两条，一个是理论，一个就是你实践的真正的技术，就是你能解决问题的技术。你要从事这个行业的话，你就要学这些技术。如果你只是说我要研究中医的话，那就是你看书就行了，就不要治病，不要给人乱试。你像有些网络的这种网红啊，他这个说一些很绝对的话，然后吹一些牛。你在网上吹牛是没关系，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去治病的时候，就真的是不行的。我还记得我刚去国内的诊所出诊的时候，我吓了一大跳的。我当时刚出来也没什么太多病人嘛，就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坐着休息，看看书啊。然后我旁边那个诊所的另一个医生，就是见到有前台打电话的，马上就抢过来，不让前台去接，然后他来接。接呢，就是一般就是3句话之内，就是你就赶紧来，你这个病我包治好。然后我就很奇怪啊，就什么病啊？你这电话连病情都没有问清楚呢，你就包治好？当时我坐在那儿嘛，就是都能听到那个电话对面那个咨询的声音，那个病人还是一个外地患者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大夫，我这个胆囊上长了一个息肉，这个吃中药可不可以治好？”然后我觉得你作为正常，你像我从医院这种工作过的，我肯定是想问说，进一步说你做了哪些检查呀？你这个息肉长了多长时间？长了多大呀？有哪些症状啊？做过哪些治疗？这是正常思路吧？结果那个旁边那个接电话这个医生呢，直接就说你过来，保证3副药就好。
哎呀，我这真的是非常吃惊，我说是可以这样打保票的吗？我说这个技术真的是这么厉害吗？然后后来他挂了电话，我就说，哎，我说你不问清楚情况你就打这种保票，你万一治不好怎么办？他说反正先过来，先挣这份钱嘛。哎呀，我就真的是非常吃惊，我真的是接受不了这种行为，到现在也是，就是有的病人过来咨询，问我一些，说我这个病能不能治？啊，我说你先过来一下，我得先知道你这个人什么情况，你是什么病，我才能判断大概是能不能治，能治到什么程度，或者说我们要一边治一边看嘛。然后好多患者就是因为我这么回答，就觉得我可能没信心，然后就不会来我这儿治了。那我觉得就是随缘吧，就这样真的是不能强求。哎呀，好多还是好朋友介绍来的，但是那没办法，就是这个认知互相对不上的话，我觉得不要勉强了就，不然你费了好多的努力，最后和他预期的达不到一个成果的话，这个真的是大家都很尴尬。这真的是没办法。你就说到这个嘛，就是闲聊天儿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自己觉得是，我是希望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帮到，想从事这一行的人的，特别是刚进入这个行业的人，因为从我的经历来说，我从学校毕业到医院工作到社会上打拼，我是得到很多前辈的帮助的。当然也坑也没少踩，也没少交学费。嗯，这个真的是很大的问题。刚才说这个，有的人就觉得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就藏一手嘛。我这经历太多了。以前我跟同学去，北京一个很有名的老大夫嘛，技术确实是很高，就是他望诊到那种，就是病人只要从面前一过，也不用说话，他就能够判断出这个人病情是哪里有问题，有什么问题，能不能治，需要治多少次能好。那当然，有的人就认为是有特异功能，但是我们熟悉了之后，我知道他其实是对人体结构比较熟悉，然后见的病例比较多，所以他对某些系统的疾病判断是非常准的。他教我们的时候就是，呃，过来就是来了一个，当时是一个偏瘫的病人吧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你们来号一号这个人的脉，看看他什么情况。”那我们也没多想，我反正没多想啊，我这个脑子比较笨，所以不是像那种特别会来事儿的人。就是正常你要有的人可能就是上来就先捧一捧这个老大夫，那我就上来我就摸了摸脉，我说没摸出什么特殊情况啊。然后呢，结果这个老大夫就可能受刺激了，然后就大发雷霆，就说：“哎，你们这些学院派就是不行，你们这个学院派，这个连摸哪儿都不知道，这个摸不出来，肯定学不到东西啊！你这怎么跟我呢？”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学就说：“哎，那这个应该怎么学呢？应该摸什么呢？”结果这个老大夫就不说了，就你自己猜。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，所以后来我就没有跟着这个老先生学。那你后来明白之后，你觉得啊，能理解他这个行为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为真的是很耽误这个中医行业的技术传承和传播。那你像任玉衡教授，他就是比较实在，这个就是有什么就直接跟你讲，手把手教，那你学习进步就快嘛。然后我在这里，我也是办了几次这种，就是我会的技术的一些小的培训班儿。你要是如果从经济利益考虑来说的话，那我办这种培训班儿，真的是不如自己花这个时间去治病。我治病来收入更高一点，自己还轻松。去讲课真的是得不偿失。但你看我办这个油管频道，我也是
真的是把很多核心的技术啊，很多理念，包括自己踩的坑，就这么公布出来了。哎，有的技术，有的动作，你包括上周直播的那个动作，好多人觉得傻乎乎的，也很累，也没什么用。但那个动作真的是花钱学来的，现在说说都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就是这么回事儿吧。所以我看的这个胖东来这个新闻呢，我就有一个想法不是很成熟啊，就是看缘分。我想的就是，真的是对这个中医行业或者说对这个健康行业感兴趣的人，如果愿意呢，可以参加。我之后会办一些这种技术培训班儿，这种培训班儿我之前也办过。你像我们有一些学员，他比如跟我们这儿学了颈椎的技术啊，学了足踝的技术，他拿到他原来的诊所去工作，就发现就这一个技术就能解决很多问题。然后他之前的患者群，他的患者群也变大了，然后也变得更专了。你这样他的这种传播度也会变得更好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继续做这种培训，有愿意的朋友可以过来学，学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核心技术，你就变成一个诊所经营的核心嘛。它就相当于胖东来的你的质优，然后价格合理，这样你就是模仿这个胖东来的这种模式，你就可以在你的这个市场竞争当中立足下来，找到适合你的这种患者群。这样就是可以说像刚才说的收费的问题，还有保险的问题，你就可以部分破解了。这样的人呢，我希望是能够大家通过这个培训能够建立连接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人，然后大家也彼此认可，你的人品啊、三观呀、就不是说靠这种江湖手段来生存的人。那我们确实是要把这个技术应用到有这个需求的病人身上，然后我们从而把这门技术来做起来，而不是说像有的这种北美的诊所，它就是完全是打的个人的品牌，就比如某某老中医啊，比如这个我看王祖贤的这个艾灸馆开了1年了嘛，现在新闻报道说是准备开到美国去了，已经联系美国那边的这个中医学院的校长吧，开到那边。我觉得这样的话，从经济上来说可能是比较好的，但是从行业上来说，对行业发展并不是好事儿。我个人就是反对这种造神呀、偶像崇拜呀，而且你作为这种个人品牌的话，那王祖贤也好，老中医也好，你总是有退休的一天吧，你总是有离开这个行业的一天。那你离开之后，你这个诊所是不是就垮掉了？那依托你这个个人名气来做的诊所也好，行业也好，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沙滩上的城堡了？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这种核心的技术、核心的治疗理念，再加上胖东来的这种服务的意识，然后我希望是能够建立起这种联盟也好，然后连锁的诊所也好，可以把这个中医的这种名声也好，社会的这种认可度也好，提高一个大的台阶儿。这是看了胖东来新闻的一个小的想法吧，就也没有做什么准备，就随便聊一聊。好多时候真的是非常难的，不是说我这一代人难，或者说现在更年轻刚入行的人难，这个难。我记得那时候跟徐文兵聊天嘛，徐文兵他说回忆他刚到北京出诊的时候，当时他的起点并不低，他在那个王府井非常高端的一个诊所，
名字就不说了，是前卫生部部长的公子开的，就聚集的都是当时的国家级的名老中医。然后徐文兵说他当时在这诊所出诊费定的是100块钱，这个都遭到记住了，就说好多老中医说我们都没有收100，你收100，你这合适吗？我觉得当时听的就是一乐，但是他当时说这个真的是很困难。你作为你这个刚入行是刚有点知名度，或者当时他可能都没有知名度，嗯，我觉得当时定100并不高，但是社会就是这么残酷。那现在有的这个本地的中医，我看收的真是太低了，然后另一些的这个老板呢，可能就是收的就太高了，就是你把它这个中医这个行业变成国内那种会所来经营，收这种会员费啊，收的那么高，我觉得这个都对行业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。当然，行业发展肯定是有这种高中低档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靠自己的技术，然后靠自己的服务，真正把这个中医的这个技术的价值体现出来，这样才能让这个行业能够健康发展。而且我的这种，你像我从19年过来，这现在2026年，已经6、7年了，我是能养活自己的。然后我也是发现这边，普遍对生活的质量，对这个健康的质量是要求很高，所以他有这个需求。然后现有的这种医疗的这种结构呢，又可能很难满足他们的需求。那我觉得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人，还是有需求的。那大家真的是如果认可这个理念，欢迎跟我联系吧。我觉得，我之前也试过很多种方式，希望能够推广我的技术，能够把这种理念能够宣传出去。那以后我也准备要做得更好，跟这个于东来先生学，就真的是这样。你这个诊所，你要这个员工那么多的分成的话，真的是没必要的。我听这有的同行讲说，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太难了。那如果是真的是胖东来这样，就是我们极致分钱，真的是把成本扣掉之后，我们70%-80%或者更多的利润能够分给到实际干活的人，那这个行业是应该能够健康发展出来的，而且大家也能有干劲儿，不断的提高，不断的进步。那你这样的话，你的这个行业是在往前走的，而不是说真的是死了一个老中医，这个当地就找不着大夫，那这行业就萎缩了。这个真的是很不好。这也不光是国外是这样，国内我看有的医院诊所，就包括我以前工作过的一些地方，也是这样。这个撑场面的大夫一走，这个整个诊所就黄了。甚至我见过极端的，就是当时我在双井嘛，然后在这个双井边上这儿，双井那是叫潘家园吧，呃，很有名的一个商圈里面，特别大，应该是有老板去投钱吧，应该得有几千平米，2、3千平米，然后装修要开一个中医诊所。我当时还很高兴，哎，我说这什么人来投的这个？结果高兴半天，装修了3个月，装修的非常豪华，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范儿都是红木家具。就开业了1个礼拜，我刚说要进去看一看，说什么大夫在里边出诊，有没有机会我也去出诊？结果关了就，
就后来这人打听，应该就是洗钱的。嗯，包括就是我知道有些国内的这个中医诊所，这个连锁上市的，可能就是一个纯资本运作，里面运营啊，这个都是比较乱的。安妮吴是吧？3115，哎，谢谢，很认同我的理念，中医文化应该合理技术传承，推广中医，发扬光大。谢谢啊。哎，我觉得真的是，你说以前古代的时候交通不方便，然后地域限制，这个医生好多他是只能困在当地，没办法把这技术传承下去，这个是能理解的。那现在社会，其实我们有很好的机会，可以把中医的理念、中医的技术传播的更广。但是你因为追求这种经济利益啊，或者是因为追求个人的名声，导致这个诊所做不大。我知道国内有的诊所其实已经做得很大了，但是他这个企业去选择医生的时候，呃，还是就是要选择有水平的，但是水平又不能太高的，就是他要顾及到他的这个创始人的名声嘛。这个你从经济上，从经济角度真的是能理解，但是从这个行业角度，我觉得其实这种头部的中医大 V 啊，真的是其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情。我也跟这些人谈过，但可能没办法，理念不一样吧。你像我做管理的时候，我都是非常吃惊的，就是这个同样是从业人员，你中医药大学毕业的，甚至有的是研究生啊、博士生毕业的，有的这个个人素质真的是比较差的。那你个人素质、你的观念理念不行的话，我觉得你的技术是很难再有突破的。太观念太陈旧的话，真的是不行。包括我现在这边上学嘛，也包括同行交流，我看一些信息，嗯，注册按摩师也好，然后 chiropractor 也好，然后还有这种整骨疗法的治疗师也好，其实也都是跟中医的困境差不多，也是同样的问题，你的收费的定位，你的服务人群，你受保险的限制，还有这种诊所规模的限制，就是好多也是形成类似的问题。工作时间长了，这个老大夫他有了患者群，他就过得很舒服。然后刚入行的就是千难万难，甚至我看到报道说，好多注册按摩师刚毕业入行，找不到病人，或者说是不懂得保护自己。你因为种种原因，可能过个一两年就不得不改行了。你学这个东西，其实学费并不便宜，但最后你通过这个技术，通过这种工作，不能养活自己，那你就是很难再继续从事这个行业了。还有的就是，嗯，看到，你看我去学这个整骨疗法，就有的同学就是不太能学得会这个技术，就是学得很难，那可能就是他就很难通过这个技术来治疗问题、治疗疾病、解决问题，那他就很难能够获得这个足够的经济回报吧。我现在就是这个条件，我希望是能够把我会的技术能够传播出去，能让更多人受益。看看大家有兴趣，就可以不用着急来找我啊，就是先看看我的频道就行。我尽量能公开的，我都会在频道里面公开的。治疗技术也好，锻炼康复的锻炼动作、传统功法也好，我都会无私的公开的，就是希望能有更多人受益。但是大家学了这个技术，自己受益也好，能够让身边的人受益也好，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理念能够传播出去。
就简单聊这么多吧，半个小时差不多了。哎，本来是有很多想说的，但是考虑有些话说的不是太合适，有很种种顾虑吧，就不说那么多了。做个预告，明天还是5点直播讲一下膝关节自我锻炼的，讲一些简单的方法。大家有需要的话，欢迎继续观看。那就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吧。胖东来这个真的是很可惜，我希望中医行业也能有这种胖东来这样的企业，能够让这个行业有个标杆儿吧。嗯，你这个真的是行业乱象，我是之前拍过一个视频讲嘛，但是好多我都搂着说的，有些东西真的是看不过眼。你你这个真的是一言难尽吧？那我也管不了别人，我就做好自己吧。希望大家如果是从事这个行业，能够自己珍惜自己吧。真的是这样才能做得长久。那开超市的那么多，为什么只有胖东来能做得这么好？你走正道，就做真正的是做好事儿，回归人性。你有点道德底线，你才能够走得远，而不是说我就是冲着钱去。那冲着钱去，或者说有的人是冲着名去啊，有的人是就是想把自己造神，变成这种呃哎呀，那不说太难听的话了，我们就今天说这么多吧。谢谢大家观看啊，再见。那今天直播就先结束了，谢谢。